吹散路途的疲倦，叮嘱我要热爱世界。烟火气息弥漫街边，市井温柔俗生消遣，和你去过的下饭馆，装满我的思念。想和你见面后，手牵手并肩，漫步小城的夜晚，时间很慢，爱已不散。爱是一日三餐，有你四季陪伴，似是烟火最美盛宴，铺垫出大家的温暖。请记得，爱是这场里短，共是粗茶淡饭。你的笑脸永远新鲜，给予我幸福期盼的美满。你知道我为啥不做佛跳墙吗？你这海参啊是猪婆参，哎，根本就不是辽参，真的。而且你没时间泡发，口感肯定大打折扣啊！我要是你，我就做开水白菜。我这给彪叔做过，他特别爱吃。你说你作为彪叔首席大弟子啊，你当着师傅的面，你做闽菜，这是不是有点欺师灭祖了？你能不能闭上你破嘴，管好你自己？哎，你又怎么了又？你这猪脚毛都没刮干净。有病吧你！哎，这个我要。哎，这个我也要，这个我也要。哎，不是你别那么小气，你让我俩呀。你做你的牛蛙，你要我的鲍鱼干嘛？我创意菜呀。哎，鸡蛋给你，这鲍鱼给我。你这不行，我这道菜的创意，牛蛙、鲍鱼、蛋缺一不可呀。啥创意啊你？要把这仨放在一起？我创意就是牛蛙踩着鲍鱼，鲍鱼抠出鸡蛋。我他妈！给我可以，让我来。你还上手抢，你这什么厨王啊？你就这点度量？哎，你别！你这给我，哎，这不能给你，给我拿了那么多了，这必须是我的，给我！哎，你怎么给我？这厨房怎么当呀？你这都是做你的菜，拿回去！找我！哎呀，你松手！我不能给你，不能给你！我的小啊！真是没脸看，这厨王争霸赛呀，还是菜市场买菜啊？还扯上头发了。我觉得这挺好的呀，充分利用人设的优势，主动出击。毕竟选食材也是比赛的一部分，那谁先占据了主动权，谁就先赢嘛。詹俊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，又有厨王的称号，按道理来说，他不应该跟一个小辈儿这样啊。看来这次是真的气坏了。哼，你们俩呀，就捧他吧。我有时候觉得啊，他这臭不要脸的样子，还挺帅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镜头交给厨王詹俊。厨王詹俊的刀法果然精湛，这雕刻的惟妙惟肖，活灵活现。啥破玩意儿这么硬？你能不能轻一点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确实太硬了。厨王不愧是厨王，这素养就是高，雕刻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人刀合一的境界。还瞪我？你再瞪，我就大嘴巴子！裁判，我要求让这疯子轻一点动作。乔治，请你安静一点，不要干扰对手。
火功、勺功3年左右便可小成，而刀功呢，则需要10年以上才可出师。就是南粤菜创意衍生而来的鲜活3品。乔治选手做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呢？难不成他要做3道菜吗？接下来，詹俊先生也开始提速了。有创意啊！这是从闽南菜演化过来的。南粤菜和闽南菜原本就有互通之处。 我原以为他已经荒废了手艺，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。接下来就看他的成品味道如何了。乔治选手要开始做第2道菜了。 这应该就是2淮长鱼席中的软豆黄鳝。他用的是古法吗？他可是乔四海的孙子，果然是名士之后。做得真快啊！难道他做第3道菜了吗？比起詹军雕刻的大开大合、讲究华丽啊，他的刀工是严丝合缝、精妙细致，就像是手术刀一样精细啊。年纪轻轻，居然能够达到人刀合一的境界。哇，好一道金蝉戏珠啊！ 细看这3道菜的造型，摆在一起，宛如天然诗歌，水陆空有一种天然的野趣。他这是要浇上汤汁儿，画出河流吗？能把菜做得这么有诗情画意，真是个小怪物啊！看来。 詹军要输在速度上了。乔治选手居然在最后一刻出现了意外，但比赛终究是比赛，运气呢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比赛还剩最后10分钟了，恐怕他再难做出任何一道菜了。组委会开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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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组委会开幕。
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不会用这锅呢。这就是命。贾总，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有点太明显了？结果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爸赢了，落入我们俩口袋里的现金最现实。这帮粉丝爱骂什么让他们骂去，一帮臭屌丝。这肯定是他们捣的鬼。陶总，这不能忍啊，必须向他们提出抗议啊！我们已经退赛了，拿什么去抗议啊？如雪，你马上去通知品牌部，重新设计广告的素材。妈，比赛还没结束呢。你清醒一点儿，还有10分钟了，他做什么都完成不了了。我们买了那么多的广告位，退是退不掉了，只能更换广告素材，来减少我们的损失。不是，这什么草台班子，做个饭锅都能坏。这他妈肯定有黑幕。我就说这王八犊子数不起，你知道吧？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，时间不够了。别急，不一定，师傅现在还没放弃呢。就剩10分钟了，他还能做啥？拍黄瓜呀？不，我相信乔大哥，他认真起来一定可以的。别喊！2位选手请注意，距离本次比赛截止时间还有8分钟。詹俊先生已经完成了。手了。乔俊加油！乔俊加油！乔俊加油！乔俊。乔治选手打入了好几个鸡蛋，他是要做什么呢？难不成是摊鸡蛋吗？这可是真功夫啊，比得上小说里的左右互搏了。这小子，终于可以拿出真本事了。你猜他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做什么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接下来他要把鸡蛋做成肉松状。哎呀，这个太难了，即便是国厨，这样做法也要2个人配合才行啊。你再看他那个蛋丝啊，粗细均匀。实在不容易。什么？乔治选手是要用刚才作废的菜来做食材吗？哟，炒饭呢？是扬州炒饭，他现在做的正是扬州炒饭。但仅凭一碗扬州炒饭，他就能赢得过厨王詹俊的鲜佛3品吗？没放佐料，高明。之前的食材浸泡了大量汤汁，以燃为重，用米饭、鸡蛋实熟稀释。这份蛋炒饭自然不用任何佐料，细致精美，颇具巧思啊。乔治竟然在最后一刻完成了菜品，太难得了！
好的，现在2位选手的菜品都已经完成，请我们的评审团呢先试吃一下詹俊先生的仙佛3品。尝一下这道看怎么样？不愧是厨王，这道菜无论意境还有口味，都是一流佳作。尤其是这佛跳墙的部分啊，本来以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无法做到完美，哎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啊，确实，仅仅2个小时做出的佛跳墙，完全不比成品差。接下来请诸位评委先亲口，再来点评一下乔治的这碗扬州炒饭。你没加佐料？对。仅凭油扁废料就能平衡口感，我不信。你有好师傅一路带着你，各种食谱食材一应俱全，我没有。哼，别扯了，你爷爷的手艺谁不知道？你想知道我爷爷怎么教我做菜的吗？我的食材从来就只有食堂客人吃剩的剩饭。爷爷说，当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别说剩饭了，连草丛里的蚂蚱都被人吃完了。现在生活变好了，变富裕了，反而不懂得珍惜。所以，我在12岁之前，1日3餐全靠自己加工客人吃剩的剩饭。巧了，今天这道题还真让我爷爷压中了。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，厨王？好。好感人啊！原来师傅的厨艺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你个小屁孩听听就得了。你不知道你乔大哥是综艺感十足的人吗？啊，你说他这些都是编的呀？那倒不是，你乔大哥的厨艺怎么可能炒剩饭炒出来的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师傅啊，在比赛的过程中处于劣势，所以呢，他利用煽情的方式博取同情分。哎呀，要不说还得是咱乔老板是吧？这节目效果杠杠的。还得是我乔大哥。再一次掌声，来！好。炒饭就是炒饭，再怎么煽情也比不了仙佛3品。好了，赢定了。对，而且他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弥补不了这份炒饭的缺点。什么缺点？现在是时候让主席评委团呢来点评一下咱们2位选手的菜品了。乔治的这份炒饭，无论从卖相、技巧、口感上来说啊，都可以评为上佳。可是食材的缺陷却是无法弥补的，因为我们比赛现场没有提供隔夜饭这样的食材，而这一点对于炒饭来说是致命的。詹俊的仙佛3品确实超乎了我的想象。是味觉视觉的一场盛宴，也确实代表了咱们这一行的最高水平。但我一直想不通的是，你是如何做到原本需要3天的工艺，浓缩到2个小时的？啊，师傅，关于这个方法，一会儿我私下向您讨教。好的，现在到了最紧张的时刻了，评委们可以开始投票了。绿色灯代表乔治，红色灯呢代表詹俊。评委们现在开始投票。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恭喜我们的詹俊首擂成功。
那接下来呢，有请咱们的徐老和彪叔为我们的厨王詹俊先生颁奖。恭喜啊，詹俊！谢谢徐老，请彪叔给你颁奖。等一下，小子，你别输不起啊！哎，阻止他干嘛？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师傅，我乔治，请你控制一下情绪，配合一下，谢谢。他在作弊。胡说什么？我说你作弊，你臭不要脸的！你才作弊！你别说不起就污蔑我！各位，这个看似像淀粉的东西，它根本就不是淀粉，它是黄原胶，是用来给汤增加浓稠度的。我说你的佛跳墙为什么2个小时就可以熬成这样？还有，这个根本就不是香油，这叫海鲜香精油，是用来提鲜的，对吧？还有，这个看似像味精，它也不是味精，它叫汤力鲜，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橙味核苷酸尔钠，是味精爷爷的爷爷。你放屁！你胡说八道！詹俊，这些科技调料全都出自你们百味集团，怪不得你们旗下的餐厅出餐速度那么快，外卖从来不掉单，原来就是用了这些猛料啊！你污蔑我！当着收律师函吧，彪叔，您作为美食协会的会长，这事儿不该管吗？师傅，这也是你的公司。詹俊，是该反思一下自己了。你这做的菜，狗都不吃啊！真的好吃了，我觉得好的，多再来啊！下次给你好评。好，真不错，一定会给你好评的。我都带人来。师傅，我也可以成为受人敬仰的厨王吗？当然，我会教你的，请勿心急。菜来了，太好吃了，你才能厨啊！谢谢夸奖，我不是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哎，爸，你要再跟我说这个，哎呀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这不争气的东西！师傅，喝茶，请喝茶。师傅，小乔不想继承的话，您看我行吗？你还不够火候。只要你偷出金贵食谱，你就是下界厨王。你我当初都被利欲熏心，忘了初衷，做错了就认，整改就是了。师傅陪你从头再来。师傅。这个债，你迟早要面对。去吧，挺直腰板。当年的事，我对不起你爷爷，你要引以为戒，真正把中华美食发扬光大。我会的。你爷爷的死，我有责任。当年就是你赢了，恭喜你。恭喜乔治成为了厨王争霸赛总决赛的冠军，获得了新一代厨王的称号。
谁啊？别动！别动！警察同志！轻点！警察同志，一定有什么误会吧？詹世坤，我们接到厨王大赛组委会的举报，你涉嫌贿赂评委，并参与境外赌博，把他带走。等会儿，就算是抓我，这是我同伙，一起抓了呗。谁跟你同伙？我的同伙是乔治啊。师傅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本事，是我无能。耗子，中毒子了！小师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，不顺心啊？我看你那个蜀爵酒楼不是开了很多家的连锁吗？你知道有句话叫“胳膊拧不过大腿”，连师傅当年都不行，何况是我呢？我拿什么去跟他斗啊？既然你斗不过，就加入他们呀。他们不就是想要你的公司吗？加入？你知道现在整个行业的大佬是谁吗？是詹俊，是那个叛徒那个孙子。后面这些年我一直在查这个事情，虽然我没有证据，但我敢肯定，就是这个孙子在背后搞鬼。他知道在厨王争霸赛赢不了师傅，所以在他背后就搞这一套。所以你现在让我跟他去合作，这不是也没证据证明是他吗？人呐，还是要往前看，这路不就有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加入他们，你不就有证据了吗？浩哥，面子哪有你的命重要啊？来，藏挺深啊，有点意思。乔治本来就是我的小师弟，按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喊他一声师叔。你以为我为什么把集团又卖给你？是因为跟乔治要一起为师傅报仇雪恨。跟我玩无间道呢？爱演是吗？在我爸面前磕那两头，也是演的。我一个连跳楼都不带怕的人，能报仇，我磕这个头算什么？还有啊，你玩的太飘了，我不可能跟你一样知法犯法。另外，我告诉你，你那点破事儿，视频录音，全都在我这儿。大爷，董浩，你他妈找死人！带走！我他妈弄死你！董浩，走！你等我出来了，我出来第一时间弄死你，搞死你！以黑马姿态杀进决赛，以3道无可挑剔的菜品赢得厨王奖杯。此时此刻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家人。家是我做菜的原动力。再好吃的菜肴，如果没有家人一起分享，也会变得索然无味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位主厨，他负责全家人的一日三餐。这3餐呢，不是特级厨师的饕餮盛宴，也不是用重金购买的顶级食材，
而是父母、丈夫或者妻子，他们用心烹饪出来的每一道家常菜。这每一道菜都代表了他们对家人的爱。失去后的感觉会那么难以呼吸，想变成你最爱的毛衣，哦，拥抱你，哪怕在原地，一起走过四季，想要变成你最美的记忆。其实无论我们是否长大，是否变得富有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们永远都像是一个吃不饱、穿不暖的孩子。爷爷，属于你的荣誉，我拿回来了。还差2个，你可得努力啊！爷爷，薛老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出警申请一下呀，看看这个奖杯物归原主。哦，对了，上次啊，你跟我聊完以后，我想了一宿，我觉得你批评得对。我哪敢批评您呢？我决定辞去美食协会会长一职。为什么呀？协会一致通过由徐鹤祥担任新的会长，推荐理由：不爱财，只爱吃，为了吃不要命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带领行业返璞归真，回归正轨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乔治在获得新一代厨王之后，不仅推出了厨王套餐，还公布了适合家庭的独门菜肴食谱，一时间好评无数。怀香集团趁着这波势头，与8大楼合并上市。在美食协会的推动下，乔治与更多酒楼合作了食堂联名区。中华美食这一次能够在年轻群体火爆出圈，乔治与他的食堂功不可没，颇有武林盟主一统江湖的气势。手牵手并肩，漫步小城的夜晚，时间很慢，爱已不散。菜来喽！厨王，你快点，我们都快饿死了。来，怎么做了半天就是一份西红柿炒蛋？妈，您先尝尝这道菜再说。他怎么敢回来啊？立刻让他走！这么多年了，您还是记得老丈人做菜的味道啊？不然他还能干啥呀？其实啊，他一直都很想您，也认识到了当年的错误，一直想找机会弥补。但是您这不是太强势了吗？他这就没帮上什么忙。我强势就是他勾三搭四的理由吗？整天除了拈花惹草没正事儿。其实，他也在默默关注这个家。你就像上次如雪出事儿，幸亏他及时出手。你们都知道他是谁了？啊。啊，这次厨王大赛，多亏老丈人想方设法打探到詹志坤赌博控制比赛的内幕消息，还让海外的朋友啊拿到了铁证，要不然詹志坤现在还逍遥法外呢。您说这算正事吗？一个詹世坤并不重要，说回你是怎么跟徐鹤祥勾搭在一起的？我跟你讲，你可别学他。不会，我们统共也没见过几次面，他肯帮我完全是因为这个家。他真的挺关心你们的。放屁！就他。妈，我觉得乔治说的对，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坐在一起吃一顿饭了。人都是有缺点的嘛，
既然爸愿意改了，那你也适量调整一下嘛。就像姐夫说的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才是最香的。是，我也知道他做这事儿吧，在您心中确实不可原谅。但是咱今天啊，就看在他戴罪立功的良好表现上，咱让他吃这顿家宴啊。至于他以后能不能正式回归家庭，您再慢慢考察嘛，是吧？妈，哎呀，行，妈大气啊，等着。哎，来，爸，哎呀，哎呀，来，哎呀。你不是说再也不回来吗？我不是想你，想你。狗改不了吃屎，就会花言巧语。那我不说话行吗？爸，坐着说啊，入去。哎，坐下。哎，好，哎，上菜。哎，来嘞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别油着啊！把这菜拿过来，芳芳爱吃这个。谁让你说话的？行，人都齐了，我提一杯啊。特别有幸加入这个大家庭，是这个家让我重新找到了生的希望。刚来的时候，看到这里支离破碎的样子，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冲动，不想大家重蹈覆辙，像我一样，失去之后才懂得后悔。所以，我有了一种想法，这一次这个家，我一定会死死守护到底。感谢丈母娘，还有老丈人，能够接纳我。啊，还要感谢小姨子对我的支持。虽然说你这个投资食堂也赚了不少钱，是吧？但是最重要的，感谢我的老婆，感谢你无条件的信任我。作为报答，我愿意这一辈子做尽你爱吃的菜，绝不重样。欢呼！来，大家一起，来，祝愿我们美好的明天。来，干杯！哟，多了个菜，浑羊莫糊。哎呀，乔治，你这手艺见长啊！老公，这比你之前那几次做的都好吃啊。可是我今天没做这道菜啊。包子，这你做的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哪有这手艺？不是你做的吗？啊？不是我做的，这谁端过来的？没注意啊。你看店子做的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没有。这会儿封信啊。乔家的金贵食谱，徒有虚名。想知道乔四海真正的死因，就来全球厨王争霸赛场。
当年的事，我对不起你爷爷，你要引以为戒，真正把中华美食发扬光大。我会的。你爷爷的死，我有责任，但他的死因另有其人。不过，这儿有份邀请函，全球厨神争霸赛。看来有必要去一趟。着我的脸，我也会对你说出那一句句誓言。你会发现和我的心从来没改变，就像那大海永远映衬着天空的画面。我要带你逃出喧嚣无比的世界，体会无忧无虑的疯癫，不用担心前方路太遥远，一路向前。你也会发现我流下的眼泪，也会看见我写下诗篇，我也会永远把你紧抱在身前。我要带你逃出喧嚣无比的世界，体会无忧无虑的疯癫，不用担心前方路太遥远，一路向前。你也会发现我流下的眼泪，也会看见我写下诗篇，我也会